你以为短命王朝尽是潦草，隋朝偏以38年光阴，在华夏史上劈下惊雷。它终结300年南北分裂，让大一统重归山河，凿通大运河，连缀海河、黄河与长江，开创科举制，撕开门阀垄断的铁幕。可为何盛极之时骤然崩塌？这颗短暂却璀璨的王朝流星，到底藏着怎样影响千年的兴亡密码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影响深远的隋朝。纵观华夏历史，分裂与割据似乎总是如影随形。细数下来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里，这片土地都处于群雄并起、政权林立的状态。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，能够实现王朝大一统、终结战乱、安定民生，从来都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。隋朝便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大一统王朝，他亲手结束了南北朝长达169年的纷争乱世，为华夏文明的繁衍生息重新搭建起稳定的环境，让饱经战火的百姓得以喘息。可令人唏嘘的是，隋朝又是一个极其短命的王朝，仅仅维持了37年便轰然倒塌。从崛起走向覆灭的速度之快，乍看之下充满了意外。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深究其中的细节，便会发现，这一切的发生，实则都有其必然的逻辑。故事的序幕，要从公元580年5月23日的北周国都长安说起。这一夜的长安，与往日截然不同。夜幕刚一降临，宵禁便迅速铺开。整个王城的街道上，除了手持兵器来回巡视的士兵，以及敲着梆子提醒时辰的打更人，再也看不到半分百姓的身影。朝廷下令，凡夜间擅自出门者，必将严惩不贷。如此严格的宵禁，并非无的放矢，只因当时北周的太上皇正重病在床，生命已如风中残烛，随时都有可能归天。而当朝的小皇帝年仅6岁，稚嫩的双肩根本担不起这个早已暗流涌动的王朝。为了防止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传出后，朝堂内外引发暴乱，宵禁变成了稳定局势的紧急举措。彼时的北周太上皇名叫宇文赟，虽说已身居太上皇之位，可实际上他不过22岁。宇文赟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北周武帝宇文邕，一位曾凭一己之力扭转北周政局的雄主。宇文邕17岁时便被推上皇位，却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。当时把持朝政的是他的堂兄宇文护。早年宇文泰临终前，出于对宇文护的信任，将年幼的儿子们托付给他。可没想到宇文泰一死，宇文护便露出了专权的野心，不仅独揽朝政，还曾试图逼迫皇帝禅位，只是未能得逞。宇文邕继位后，深知自己羽翼未丰，便选择了隐忍，一忍就是12年。直到29岁那年，宇文邕终于抓住机会，在朝堂之上当着众臣的面亲手杀死了宇文护，这才彻底挣脱傀儡的枷锁，宣告自己是北周真正的主人，将朝堂大权牢牢握在了手中。亲政后的宇文邕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，他深知佛教寺院占据了大量土地与劳动力，便果断主持了灭佛运动，下令摧毁北周境内4万多座寺庙，让数百万出家的和尚尼姑还俗，既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，又充实了赋税来源。解决了内部的资源问题后，宇文邕又将目光投向了外部，他亲自率军出兵灭掉了北齐，成功将北方大地彻底统一。
就在宇文邕准备乘胜追击，进一步光大北周基业的时候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出征北伐突厥的途中，他不幸因病身亡，年仅36岁。宇文邕死后，年仅19岁的儿子宇文赟继位。此时的北周，经过宇文邕的治理，已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帝国。整个华夏大地上，只剩下苟延残喘的南陈政权尚未被平定。只要宇文赟能继承父亲的雄心壮志，他是治国、灭掉南陈、实现全国大一统，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可偏偏宇文赟与父亲截然不同，他身上没有半点雄才大略，唯一的爱好便是沉迷女色，甚至在为父亲服丧期间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淫乱后宫。更荒唐的是，他还打破了历代王朝一后独尊的传统，破天荒地同时立了5位皇后，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便是其中之一。为了能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后宫享乐，宇文赟做出了更离谱的决定，他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宇文阐，自己则荣升为太上皇，从此彻底不理朝政，一门心思扑在后宫之事上。可宇文赟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他无度的荒淫，仅仅当了1年太上皇，便体力不支，重病卧床，日渐奄奄一息。也正因如此，才出现了长安城时时宵禁的那一幕。就在宇文赟奄奄一息之际，北周的御正下大夫刘访和内史上大夫郑义悄悄从宫中溜了出来，脚步匆匆地直奔隋国公卜六如监的府邸。这卜六如监便是后来建立隋朝的杨坚。卜六如是鲜卑姓氏，是当年北周皇帝为了拉拢汉族功臣，特意赐予杨坚的。杨坚之所以能进入北周权力核心的视野，除了自身的能力，还因为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宇文赟的5位皇后之一。这层姻亲关系让他与皇室紧紧绑在了一起。杨坚见刘访和郑义深夜来访，心中便猜到必然有急事，只是不确定是否与太上皇的病情有关。两人见到杨坚后，刘访没有丝毫寒暄，直接开门见山。太上皇已经奄奄一息，小皇帝年纪尚幼，根本没能力主持朝政，我们希望您能站出来主持眼下的朝政大局。其实半个月前，杨坚就已经从女儿杨丽华的口中得知了宇文赟病重的消息，只是他没想到病情会恶化得如此之快。听闻此言，杨坚的心中早已欣喜若狂，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。可作为一个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谋深算之人，他并没有将这份惊喜表露出来。毕竟他还不确定宇文赟是否真的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，万一这是一场试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杨坚故作镇定，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，拒绝了立刻入宫的提议。刘访也是政坛老手，一眼就看穿了杨坚的忧虑。他深知眼下局势瞬息万变，若是继续拖延下去，朝堂之上必然会生出其他变故，到时候机会就可能旁落他人。于是刘访不再绕弯子，直白地对杨坚说，您要是不把握住这个机会，自然会有人抢着来把握，到时候可就追悔莫及了。刘访的话让杨坚想起了自己家族在北周的过往。杨坚的父亲杨忠曾是宇文泰麾下的得力将领，当年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，为北周的建立屡次立下大功，因此被封为隋国公。宇文泰死后，宇文护把持朝政，曾多次拉拢杨忠，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党羽。
可杨忠始终不愿与宇文护同流合污，因此遭到了长期的打压，甚至好几次险些丧命。杨忠去世后，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，并且宣誓效忠于宇文邕，后来还参与了北周灭北齐、对抗突厥的一系列战役，立下了不少功劳。宇文邕继位时，杨坚本想倾尽全力辅佐这位新君，可他没想到宇文赟不仅不重用他，反而对他处处提防，甚至连他的女儿杨丽华也时常遭到宇文赟的刁难。有一次宇文赟动了怒，甚至要赐死杨丽华，最后还是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跑到宫中，在宇文赟面前磕得头破血流，苦苦哀求，才保住了杨丽华的性命。想到这些过往的委屈与提防，杨坚的内心不禁生出一丝愤怒，他甚至恨不得立刻冲进宫中，杀了宇文赟，直接夺取皇位。但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强行压下了这份冲动，他必须等女儿杨丽华亲口确认宇文赟的病情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完全放心，迈出那关键的一步。作为杨坚的同窗，郑义最是清楚他这份多疑。身处北周最高政治舞台，杨坚早已习惯了步步为营，除了自己的女儿杨丽华，他对谁都不敢全然信任。这份谨慎本无可厚非，可眼下局势10万火急，根本来不及派人去找杨丽华确认宇文赟的生死，稍有耽搁便可能错失全局。情急之下，郑义索性挑明了关键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和大将军宇文仲已经知道太上皇病危的消息了。这话像一把尖刀，瞬间击中了杨坚的软肋。他太清楚朝堂争斗的残酷，若是让颜之仪等人抢先一步掌控局面，他不仅会彻底失去染指权力核心，甚至觊觎皇位的机会。以颜之仪对北周皇室的忠心，必然会视他为隐患，到时候等待他的恐怕只有赶尽杀绝的下场。想到这里，杨坚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，他立刻召来武艺超群的袁胄，让其随身护卫，自己则跟着流访。郑义火速往宫中赶，为防途中生变，他还暗中安排长子杨勇、次子杨广率领数千精兵，悄悄埋伏在皇城外的隐蔽处，为自己留好一条退路。等杨坚一行人赶到宫中，果然看到颜之仪和宇文仲已经早早等候在那里，显然是想抢先主持大局。杨坚不再迟疑，当即下令将二人软禁起来，彻底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。没过多久，卧病多日的宇文赟便驾崩了。为了稳住局势，杨坚决定密不发丧。他以公主远嫁突厥，需皇室宗亲见证为由，下令让手握重兵的北周皇室武王火速进京。他深知这些王爷手握兵权，一旦得知宇文赟驾崩，极有可能起兵叛乱，不如将他们召到京城，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才更稳妥。与此同时，杨坚也没放松对地方的掌控，他火速给那些有可能反叛的封疆大吏身边安插了耳目，要么实时监视他们的动向，要么想方设法策反其麾下心腹，从内部瓦解他们的势力。对于朝中的中间派，比如李德林、杨素，还有手握地方兵权的滨州总管李牧，杨坚则主动拉拢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在做好这一系列铺垫后，杨坚正式委任自己为大丞相，总揽全国军政大权。他心里清楚，只要把军权牢牢抓在手里，就能掌控住整个时局。随后，杨坚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朝中人事。武艺超群的袁胄被封为宫中禁军首领，
掌控皇宫的防卫力量。高炯、刘访、郑义等人则被招至丞相府，担任他的核心幕僚，看似给予重用，实则将权力集中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。这一番安排看似兼顾了各方利益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可刘访和郑义却并不满足，当初二人主动来找杨坚，提议让他主持大局时，心里早已打好了算盘。他们本想让杨坚做丞相，刘访自己做第二宰相，郑义责任大司马掌管军事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借杨坚的名义掌控权力，实则将他架空。起初杨坚对这个提议还有些犹豫，毕竟刘访、郑义是自己入宫的引路人，他不想过早与二人撕破脸皮。可他的心腹李德林一眼就看穿了二人的野心，不仅直言点破他们想架空杨坚的心思，还提醒杨坚、刘、郑二人品行难测，若将兵权与乡权分于他们，日后必成大患。杨坚仔细一想，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，于是表面上给了刘访、郑义高官厚禄，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，暗地里却处处提防，从不让他们参与核心军政事务。刘访和郑义很快就察觉到了杨坚的冷落，心中不满渐生。刘访更是不甘心大权旁落，决定与杨坚掰一掰手腕。他暗中联络了北周的2位名将梁实彦、宇文新，密谋发动叛乱，推翻杨坚的掌控。可他们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因消息泄露被杨坚察觉。杨坚当机立断，迅速派兵将3人及其党羽一网打尽，彻底铲除了这股隐患。另一边，被软禁的颜之仪也没让杨坚省心。杨坚掌权后，派人向颜之仪索要皇帝的福玺玉玺，没想到却遭到了严词拒绝。颜之仪甚至当着使者的面痛骂杨坚谋朝篡位，狼子野心。杨坚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将颜之仪关进大牢，本想直接将他处死以绝后患。可转念一想，颜之仪在朝中威望甚高，若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就杀了他，必然会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，甚至可能激起新的反抗。思来想去，杨坚反而改变了主意。他不仅下令释放了颜之仪，还对外宣称颜之仪为人忠诚刚烈，虽与朕政见不同，但其心可嘉。颜之仪被释放后，看着朝堂之上尽是杨坚的亲信，北周皇室早已名存实亡，知道再反抗也无济于事，便索性选择了归降，安心在杨坚手下做事。经此一番操作，北周朝堂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，即便还有零星的反对声音，也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对朝中大臣而言，杨坚虽有篡权之心，却比当年嚣张跋扈、滥杀无辜的宇文护要好得多。况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爵位和利益，谁做天下之主，其实并无大碍。真正对杨坚心怀不满的是北周宇文氏的皇室成员。在杨坚夺权之前，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，掌控着全国大部分的土地、财富和兵权。可杨坚掌权后，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甚至连普通的朝中大臣都比不上，自然对杨坚恨之入骨。那些被骗到京城的皇室武王，很快就发现了杨坚的骗局，召他们进京根本不是为了公主出嫁，而是为了给宇文赟办丧事，顺便将他们软禁起来。其中赵王宇文昭和滕王宇文繇不愿坐以待毙，两人私下商议，决定除掉杨坚。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却看似有效的办法，摆一场鸿门宴，以叙旧为名邀请杨坚赴宴，趁机将其刺杀。
邀请发出前，两人还在忐忑，担心杨坚生性多疑，会识破这场骗局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杨坚收到邀请后竟毫无设防，不仅没有带大队卫兵，甚至只带了几个随从，就孤身前往赵王府。在杨坚看来，自己如今已是大丞相，掌控全国军政大权，宇文昭不过是个无权无兵的闲散王爷，根本不敢对自己造次。杨坚前脚刚离开丞相府，心腹李德林就赶来汇报工作。当他得知杨坚竟只身前往赵王府赴宴时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太清楚宇文氏诸王对杨坚的恨意，这场宴席必定暗藏杀机。李德林来不及多想，立刻带上元胄，快马加鞭朝着赵王府狂奔而去。此时的赵王府内，宇文昭正满脸堆笑地与杨坚寒暄，几句客套话过后，便以有要事相商，需避人耳目为由，邀请杨坚进入内室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特意下令，让杨坚的随从都留在外厅，不得入内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宇文昭图谋不轨的苗头已经再明显不过，可杨坚却依旧没有察觉，还准备跟着宇文昭走进内室。宇文昭看着杨坚毫无防备的样子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之前设想过无数次刺杀的场景，以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厮杀，却没想到杨坚竟如此轻易地踏入了陷阱。就在宇文昭准备示意埋伏好的手下动手时，李德林和元胄终于赶到。元胄一把冲到杨坚面前，故作焦急地说道：“丞相府中突然有急事，还请丞相即刻回去主持，此地不宜久留。”宇文昭见元胄突然闯入，打乱了自己的计划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可他还是强装镇定，对着元胄厉声训斥，说自己与丞相议事，岂容外人插嘴。同时还不忘继续邀请杨坚进内室。此时的杨坚依旧没意识到危险，还想着先听完宇文昭的要事，便让元胄在门外等候。元胄知道两人尚未彻底撕破脸皮，不便强行带杨坚离开，只能守在门外，双眼紧紧盯着内室的方向，密切留意着宇文昭的一举一动。宇文昭见元胄警惕性极高，便悄悄派人去通知滕王宇文猷前来相助，同时安排自己的儿子宇文元稍后进来献瓜。他早已在瓜盘下藏好了匕首，打算让儿子趁杨坚接瓜的瞬间动手。没过多久，宇文猷就赶到了。杨坚依旧没多想，还像往常一样与他寒暄。又过了片刻，宇文昭的儿子端着一盘瓜走了进来。杨坚起身准备双手去接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宇文昭突然从袖中抽出藏好的匕首，朝着杨坚刺了过去。幸好杨坚反应迅速，猛地向后一躲，堪堪避开了这致命一击。门外的元胄听到内室动静不对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去，一把抓住杨坚的手臂，将他拽到自己身后，厉声喝道：“丞相府急事万分，请丞相速回。”宇文昭和宇文猷见状，虽有心阻拦，却忌惮元胄的武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元胄护着杨坚冲出内室，一路跑出赵王府，直到坐上回丞相府的马车，杨坚才彻底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，若非元胄和李德林及时赶到，自己恐怕早已命丧赵王府。大难不死的杨坚自此对宇文氏诸王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仁慈。他先是以谋反的罪名将宇文昭和宇文猷处死，随后又用金钱美女暂时稳住了另外3位王爷。没过多久，便找了各种借口将他们一一诛杀。若是没有史书记载的详实细节，实在很难想象
后来开创隋朝，一统天下的雄主杨坚，竟会在夺权的关键时期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，仅凭一己之念就孤身赴险。若是当时袁胄和李德林晚来一步，或是他躲避不及那一刀，往后数千年的华夏历史恐怕就要因此改写了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杨坚刚刚从赵王府的鸿门宴中侥幸脱险，还没来得及彻底稳固局势，就又险些犯下一个致命错误。他处死5位皇室王爷后不久，一份举报信便送到了手中。信中称相州总管尉迟迥正密谋造反。尉迟迥是鲜卑族人，身份极为特殊，他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亲外甥，早年曾率军平定四川，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，在军中积累了极高威望，如今更是手握重兵，镇守着北周的军事重镇相州。从客观条件来看，他既有反叛的资本，也有对抗杨坚的号召力，无疑是杨坚夺权路上最棘手的障碍。杨坚深知尉迟迥不好对付，担心等对方做好准备后率兵来犯，便决定先发制人。他特意召来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敦，让其携带诏书前往相州，以太上皇驾崩，许宗室重臣回京奔丧为由，召尉迟迥入朝。可尉迟迥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对朝堂局势看得通透，一眼就看穿了杨坚的计谋。所谓奔丧，不过是想将他调离相州，剥夺他的兵权。于是他不仅没让尉迟敦回京复命，反而将儿子留在身边，暗中开始筹备反叛事宜。杨坚得知尉迟敦被扣留，心中清楚尉迟迥已有防备，但在对方尚未公然撕破脸皮之前，他还不能主动发难，只能继续按原计划行事。再次派人携带诏书前往相州，催促尉迟迥进京奔丧，同时暗中安排人手，准备在尉迟迥离境后趁机接管相州兵权。可派谁去成了难题，若是派自己的心腹，必然会被尉迟迥视作夺权的信号，很可能当场激化矛盾，逼得对方提前造反。可若是派与自己无关的人，又怕那人被尉迟迥策反，反过来与叛军里应外合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就在杨坚左右为难之际，一个名字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，北周名将韦孝宽。韦孝宽与杨坚的父亲杨忠，早年都是宇文泰麾下的得力干将，曾一同为北周的建立南征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。更重要的是，韦孝宽与杨坚的岳父独孤信是多年至交，两人早年合作无间，还曾因配合默契被时人称为珠联璧合。这段渊源让杨坚对韦孝宽多了几分信任。杨坚之所以选中韦孝宽，自有他的考量。一来，韦孝宽并非自己的核心阵营成员，让他去传召，不会轻易引起尉迟迥的疑心；二来，凭借韦孝宽与独孤信的交情，以及他对北周皇室的忠诚，日后若以小皇帝的名义调遣，韦孝宽大概率会听从。三来，韦孝宽在军中威望极高，由他出面接管相州兵权，成功率会大大提高。即便退一步讲，若尉迟迥识破计谋，选择反叛并杀死韦孝宽，也相当于为自己除掉了一个潜在的阻碍。毕竟韦孝宽忠于北周皇室，日后自己登基，此人未必会顺从。如此一来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对杨坚而言都是双保险。打定主意后，杨坚正式下旨，命韦孝宽前往相州传召尉迟迥，并趁机接替其总管之职。韦孝宽接到命令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
当即收拾行装准备出发。杨坚见他答应得如此痛快，心中稍稍宽慰，却没料到韦孝宽早已看穿了其中的凶险。韦孝宽是个极具政治远见的人，他深知杨坚刚刚诛杀5位皇室王爷，如今又急于夺取地方兵权，换成任何一个拥兵自重的将领，都会心生警惕，甚至选择反叛。因此他虽然奉命出发，却故意放慢了行程，一路走走停停，暗自期盼尉迟迥能在自己抵达相州前率先起兵。这样一来，他便不用陷入逼反同僚的尴尬境地，也能避免与尉迟迥正面冲突。可尉迟迥似乎在刻意隐忍，始终没有动静。就这样，韦孝宽在路上走了1个多月，才抵达朝歌。朝歌距离相州已不足100里，即便再慢，不出几日也能到达目的地。此时韦孝宽知道不能再拖延，便想出了一个计策。他对外宣称自己突发重病，严重到无法下床走动，甚至连日常起居都需要人照料。为了让戏演得更真，他还特意派人前往相州城内买药，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尉迟迥，让对方放松警惕，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买药的人打探相州城内的动向。尉迟迥起初对韦孝宽的重病仍有怀疑，但转念一想，韦孝宽此时已71岁高龄，经过1个多月的舟车劳顿，身体不堪重负而病倒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还是决定派1个人去朝歌探望。这个人便是韦孝宽的侄子韦义。韦义早已投靠尉迟迥，是他的心腹死党，让韦义去，既能摸清韦孝宽的真实状况，也能借助叔侄亲情降低对方的戒心。韦义接到命令后欣然前往，可一到朝歌见到韦孝宽，就发现所谓的重病全是伪装。还没等韦义开口寒暄，韦孝宽便脸色一沉，直接质问道：尉迟迥是不是在密谋反叛？你老实说。韦义被问得措手不及，只能支支吾吾，试图用无关的话题蒙混过关。可他哪里知道，韦孝宽一生历经无数风浪，见惯了朝堂与军中的尔虞我诈，有的是办法让人吐露实情。见韦义不肯招认，韦孝宽当即下令，让人将他拖出去斩首。韦义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知道韦孝宽是动了真怒，再隐瞒下去只有死路一条，连忙跪倒在地，连连求饶，一五一十地供出了尉迟迥正在暗中筹备反叛的全部事情。确认消息后，韦孝宽不敢耽搁，立刻带着韦义，此时已被他控制，一路往长安方向狂奔。虽说韦孝宽已71岁，但常年习武的他身子骨依旧硬朗，跑起来丝毫不输年轻人。途中经过驿站时，他还特意将驿站里的马匹全部赶跑，又告诉驿官，尉迟迥的大军很快就会经过此处，你们赶紧备好酒菜，好好招待。另一边，尉迟迥得知韦孝宽识破计谋，带着韦义逃跑的消息后，顿时慌了神，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前去追赶。可这些追兵赶到驿站准备换马时，却发现马厩里空空如也，连一匹可用的马都没有。而驿站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好酒好菜，追兵们奔波半日，又累又饿，见此情景，哪里还有心思追赶，纷纷坐下来喝酒吃肉，彻底耽误了追击的时机。凭借着机智与果断，韦孝宽叔侄俩很快便安全返回了长安。回京后，韦孝宽立刻将尉迟迥密谋反叛的消息详细禀报给杨坚。至此，
尉迟迥的反叛计划彻底暴露，再也无法遮掩。他索性不再伪装，自封为大总管，联合弟弟尉迟纲等人，迅速召集了20万大军，正式发布檄文，宣告讨伐杨坚。得知尉迟迥公然反叛，杨坚不敢怠慢，立刻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领15万大军前去平叛。他对韦孝宽寄予厚望，盼着对方能尽快平定叛乱，稳住动荡的局势。可没过多久，前线就传来了坏消息。杨坚收到情报，称韦孝宽麾下的3位将领已被尉迟迥暗中收买，故意拖延进军速度，致使大军迟迟无法与叛军正面交锋。还没等杨坚消化完这个坏消息，全国各地的反叛消息便接踵而至。荣州、深州、东楚州、东同州等地先后起兵响应尉迟迥。云州总管司马萧南更是直接率领管辖下的7个州反叛，并派人向南方的陈国投降，寻求庇护。益州总管王谦也不甘落后，暗中联络麾下18州的官员，密谋起兵对抗杨坚。一时间，北周境内狼烟四起，叛乱如同野火般蔓延，杨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此时的杨坚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焦躁不安，一时间竟没了主意。他紧急召集文武百官，商议应对之策。席间，郑义提出建议：如今韦孝宽麾下将领有异心，不如另派得力将领前往前线，接替韦孝宽的兵权，以防他也心生二志，与叛军勾结。这个提议正中杨坚下怀，他此刻本就对前线局势心存疑虑，听闻郑义的建议后，当即表示同意，丝毫没有察觉这其实是尉迟迥设下的一个陷阱，故意散布将领被收买的消息，就是为了离间杨坚与韦孝宽的信任，让杨坚临阵换帅，打乱北周军的部署。而另一边，尉迟迥已率领大军向长安方向进军，却在半路上被韦孝宽率领的大军拦住。韦孝宽向来善于用兵，既能沉稳防守，又懂得把握进攻时机，用兵风格不急不躁，极善掌控战场节奏。两军相遇后，很快便在战场上形成了相持局面，谁也无法轻易突破对方的防线。此时的尉迟迥一心急于率军攻向长安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自己虽坐拥20万大军，可叛乱之民终究难掩。时间拖得越久，麾下士兵的士气越易涣散，后方补给也会愈发艰难。对他而言，每多耽搁一日，胜算便少一分。正因如此，他才精心布下了那出离间计，故意散播韦孝宽麾下将领被收买的消息，就是想让杨坚对韦孝宽产生猜忌。若能逼得杨坚临阵换帅，没了韦孝宽这位深谙兵法的老将坐镇，他便能率大军势如破竹，一路杀到长安。这计策没能骗过前线的韦孝宽，却让身处大后方的杨坚险些入了局。杨坚本就因各地叛乱四起而心神不宁，听闻前线将领有异心，更是急得乱了方寸，险些真的下旨换掉韦孝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德林站了出来，语气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意见。他向杨坚耐心分析道：韦孝宽麾下3将受贿的消息，如今只是街头传闻，连半个实证都没有，而且事发之前毫无征兆。这般突兀的消息，十有八九是尉迟迥设下的陷阱。若此刻未经查实便贸然派人顶替韦孝宽，万一事后证明是场误会，不仅会寒了前线将士的心，让天下人觉得陛下轻信谗言，日后再无人愿意为朝廷冲锋陷阵。
更何况阵前换将本就是兵家大忌，新帅到任后，将士们需要时间磨合，军心也会因此动荡，届时尉迟迥若趁机来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顿了顿，李德林又补充道：退一步说，陛下即便对前线将领心存疑虑，也不必急于换帅，不妨派一名通晓谋略的心腹前去做监军，一来能就近监视军中动向，震慑那些有异心的人；二来真若军中生变，监军也能及时从中斡旋，或许能力挽狂澜。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，让焦躁的杨坚瞬间清醒过来。他猛然惊觉自己刚才太过冒失，险些因一时慌乱中了敌人的奸计。他暗自思忖，自己身在大后方都能听到将领受贿的消息，前线的韦孝宽久经沙场，心思缜密，岂会一无所知？以韦孝宽的性子，若手下真有通敌之事，必然早有处置。如今这般平静，分明是已经察觉其中有诈，只是按兵不动罢了。想到这里，杨坚不禁冒出一身冷汗，暗自庆幸李德林及时劝阻，才没酿成大错。杨坚当即采纳了李德林的建议。起初他想让李德林亲自去前线做监军，毕竟李德林智谋过人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可转念一想，眼下朝中局势混乱，各地叛乱频发，自己身边正需要李德林这样的人出谋划策，实在离不开他。于是杨坚转而向满朝文武问道：谁愿前往前线担任监军之职？话音落下，朝堂之上却一片寂静。文武百官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竟无一人应答。此时全国早已乱成一锅粥，叛乱的胜负尚未明晰，谁都不想去趟这趟浑水，他们只愿做稳赚不赔的事。若前线战败，监军轻则获罪，重则可能丧命，这般风险没人愿意承担。就在群臣面面相觑，气氛尴尬之际，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：臣愿往。说话的人是高炯，彼时的高炯在朝中确实算不上显赫人物，他的父亲高斌曾是杨坚岳父独孤信的幕僚，而他自己此前也只是北州的一名小官，平日里负责一些文书工作。杨坚掌权后，听闻高炯颇有才干，才将他招至麾下，让他在身边处理文职，从未让他接触过军务。如今要把监军的重任交给一个毫无带兵经验的39岁文官，杨坚心里难免有些打鼓。可眼下满朝文武都畏缩不前，唯有高炯敢于挺身而出，这份勇气已然难得。更何况高炯此刻主动承担重任，想必心中已有考量。杨坚不再犹豫，硬着头皮下旨，任命高炯为前线监军，解决了监军的难题。杨坚不再征询大臣意见，直接点名指派将领，分头平定各地叛乱。他命杨素为行军总管，率军征讨荣州叛军，命王毅率领10万大军前去平定云州司马萧南的叛乱，又任命梁锐为益州总管，前往接替王谦的职务。结果王谦刚得知自己被替换的消息，不等梁锐抵达益州，便公然起兵反叛，与尉迟迥遥相呼应。这边部署刚定，高炯便收拾行装，即刻启程前往前线。其实出发前，高炯并未想好具体的退敌之策，也没有十足的必胜把握。他此番前往，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临行前，他特意让人给母亲带了一句话，那句流传后世的话便是：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而今身世主上，不得复奉养母亲矣。
抵达前线后，高炯第一时间去见了韦孝宽，恭敬地询问当前的御敌之策。韦孝宽见高炯虽为文官，却举止沉稳，也不怠慢，将前线的局势与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知。如今正值雨季，河水湍急，我军若想渡河迎敌，必须搭建浮桥。可前几日我们刚搭好浮桥，就被尉迟迥派人放火烧毁。若是强行再次搭建浮桥渡河，恐怕会伤亡惨重。依我之见，不如暂且闭门不出，坚守营垒，等尉迟迥的大军粮草耗尽，士气低落之时，我们再趁机出击，定能一战而胜。高炯听后深以为然，当即表示赞同。但在两军相持的日子里，高炯并未闲着，他一边熟悉军中情况，一边暗中命人准备了一些特殊的东西，数十根粗大的水中土桩，只待关键时刻派上用场。对岸的尉迟迥见韦孝宽始终按兵不动，心中愈发焦急。他深知自己身为叛军，最关键的就是速战速决，若是长期僵持下去，士兵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，难免会心生不满，甚至可能发生哗变。可即便心急，尉迟迥也并未乱了方寸。他很快想出了一条计策，先下令让麾下大军佯装撤退，引诱朝廷军队渡河追击，同时暗中派一支队伍埋伏在河流上游，准备好火船，等朝廷军队渡河渡到一半时，便放火烧毁浮桥，断了他们的退路。届时自己再率领大军杀个回马枪，定能将朝廷军队一举击溃。这计策确实周密，若换作一般将领，恐怕真会落入圈套。可尉迟迥这次面对的是看似文弱，实则胸有韬略的高炯。当高炯看到尉迟迥的大军开始后撤时，几乎瞬间就识破了这是诱敌之计。他当即决定将计就计，顺着尉迟迥的思路走下去。高炯立刻下令，让士兵们抓紧时间搭建浮桥，准备渡河。与此同时，他让人将此前暗中准备好的水中土桩搬到河边，牢牢固定在浮桥两侧的水中。这些土桩看似普通，却能有效阻拦上游冲下来的火船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朝廷军队开始有序地通过浮桥渡河。果不其然，当大军行至河中央时，上游突然传来阵阵火光。尉迟迥早已准备好的火船顺着水流直冲而下，目标正是朝廷军队的浮桥。可就在火船即将靠近浮桥时，却被两侧的水中土桩死死拦住，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浮桥，只能在原地燃烧殆尽。尉迟迥见计策失败，不禁大惊失色，而朝廷军队则趁机顺利渡过了河流，稳稳地站在了对岸，与尉迟迥的大军形成了对峙之势。渡过河后，高炯当即下令，让士兵将所有浮桥尽数烧毁。众将士见状，无不面露疑惑。在他们看来，浮桥是退回对岸的唯一通道，烧掉浮桥便是自断后路，纷纷上前向高炯提出质疑。面对将士们的不解，高炯并未多做解释，只是面色冷峻地重申军令：违令者斩。将士们见他态度坚决，不敢再争辩，只得依令行事，将浮桥付之一炬。对岸的尉迟迥远远望见浮桥被烧，心中不由得一喜，以为是自己此前的诱敌之计奏效，朝廷军队果然中计烧桥断了退路，顿时放松了警惕。他立刻派儿子尉迟敦率领精锐部队杀个回马枪，想趁朝廷军队立足未稳之际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可他哪里知道，
高炯早已料到他会有此一举，早已命将士们列好阵型，严阵以待。当尉迟敦的军队冲过来时，朝廷军队瞬间发起反击，一番激战下来，尉迟敦的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尉迟迥见儿子带着残兵逃回来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时疏忽，误中奸计，并非朝廷军队真的有多强。很快，高炯率领朝廷军队追击到了邺城。尉迟迥没有选择龟缩在城中固守，而是决定主动出击。他深知麾下士兵因连日败退已士气低落，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信心。此时尉迟迥麾下仍有近20万大军，他自信能凭借兵力优势将追击而来的高炯部队一举剿灭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，高炯没有丝毫畏惧，当即命令韦孝宽率领大军发起进攻。两军从清晨一直厮杀到夜幕降临，战场上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可朝廷军队始终没能突破尉迟迥的防线，未能取得丝毫进展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朝廷军队继续发起猛攻，却依旧收效甚微，双方陷入了惨烈的拉锯战。直到第4天，战局终于出现了转机，却是对尉迟迥有利的转机。朝廷军队因连日苦战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向后撤退30里，凭借营垒坚守不出。谁也没料到，已年过60旬的尉迟迥竟还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。高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，高炯最终做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决定。他再次命令韦孝宽率军进攻，两军又一次从白天厮杀到傍晚。韦孝宽的部队渐渐陷入困境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。就在这时，高炯突然做出一个大胆举动，他亲自率领5000余名士兵，朝着战场周边围观的百姓冲去。手无寸铁的百姓哪里见过这般阵仗，在士兵的追杀下纷纷四散溃逃，争先恐后地朝着邺城城内奔去。高炯趁机命人高声呼喊：敌军已败，快随我等杀进城去！朝廷军队听到喊声，又见百姓四处逃窜，误以为尉迟迥的军队真的溃败了，顿时士气大振，纷纷紧随高炯的部队朝着邺城城门冲去。尉迟迥万没想到，高炯竟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，一时之间来不及调整部署，城门很快就被朝廷军队攻破。眼见大势已去，无路可退，尉迟迥最终选择了自杀。他的儿子尉迟敦、弟弟尉迟勤则率领残余部队向东逃窜，可没跑多远就被朝廷军队追上俘获，随后被斩首示众。朝廷大军进入邺城后，韦孝宽又做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，他下令将所有投降的叛军士兵全部坑杀。关于被坑杀的具体人数，史书中并无确切记载，只留下一句轻描淡写的兵士在小城中者，尽坑于邺城南。但从尉迟迥战前拥兵20万来看，此次被坑杀的降卒数量必然不在少数。虽说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乱世之中实力往往决定一切，可屠杀降卒与无辜百姓的行为，终究成了韦孝宽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。当年10月，平定尉迟迥叛乱的朝廷大军凯旋回京，11月，韦孝宽便因病去世。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大规模叛乱终于画上了句号。但此时北周境内其他地区的平叛之战仍在继续，而另一个战场的主角便是杨素。杨素出身于名门望族，是弘农杨氏的后代。他自幼便跟随名师学习，不仅精通兵法，
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，曾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诗词，对后世豪放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可文学才华与个人品行之间，往往并无必然联系。杨素的文学风格沉雄豪迈，其为人却截然相反，行事独断专行，手段更是心狠手辣，丝毫没有文人应有的风骨。此次杨素接到的任务是平定荣州的叛乱，要攻下荣州，就必须先突破虎牢关。这座关隘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杨素麾下的将士们得知要攻打虎牢关，大多信心不足，甚至有人私下里打起了退堂鼓。杨素见状，当即找了个军心涣散的借口，下令将10几名表现出退缩之意的士兵斩首示众，以此立威。将士们见他如此狠辣，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只能乖乖听从命令。第二天，杨素便下令攻城，却只派了200名士兵出战。这200名士兵心中满是疑虑，以为后续会有大军支援，却不知这便是此次攻城的全部兵力。荣州刺史宇文胄见朝廷军队只派了200人来攻，也感到莫名其妙，但他并未掉以轻心，立刻命人在城墙上搭起箭楼，朝着城下的朝廷军队射箭。一番箭雨过后，朝廷军队死伤过半，剩余的士兵见迟迟没有援军到来，只得选择撤退。可当这些溃逃的士兵回到己方营寨前时，杨素不仅没有开门迎接，反而下令将这100多名士兵全部押到营前斩首。其他将士亲眼目睹这一幕，无不吓得脊背发凉，却没人敢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。紧接着，杨素又派了400名士兵前去攻城。这400名士兵心里再清楚不过，他们此刻已没有退路，要么攻下虎牢关，要么战死在城下。若是逃回来，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斩首之刑。于是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如疯魔一般朝着虎牢关冲去。城墙上的叛军见朝廷军队如此悍不畏死，心中也泛起阵阵寒意。他们从未见过这般前赴后继的疯子。可即便如此，在虎牢关坚固的防御与叛军的顽强抵抗下，400人的力量终究是徒劳的，攻城再次失败。剩余的100多名士兵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营前，杨素依旧没有半分怜悯，再次下令将他们全部斩首。纵观历史，诸多以残忍闻名的将领，大多只是对敌军狠辣，在坑杀俘虏时毫不留情。可像杨素这样对自己麾下士兵如此狠毒的，实属罕见。他的做法让虎牢关上空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息，不仅朝廷军队人人自危，连叛军也嗅到了阴森的杀意。对朝廷军而言，他们已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，要么拿下虎牢关求得生机，要么死在战场上，为家人争取一点抚恤金。若是逃回来被斩首，便连这点抚恤金都得不到。而虎牢关城墙上的叛军面对的是一群杀红了眼的疯子，心中的恐惧也与日俱增。经过2次试探性进攻后，杨素不再派出小股部队，而是直接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，并严令如有退后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命令下达后，朝廷军队怀着对死亡的恐惧，咬牙切齿地朝着虎牢关发起猛攻。这一次，在他们悍不畏死的冲击下，虎牢关的防线终于被攻破，宇文胄也在乱军中被斩杀。这场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，可朝廷军队的将士们却没有丝毫喜悦。
他们的将领杨素，在他们眼中与魔鬼无异。他们并非为了国家而主动拼杀，而是为了避免被自己人斩首，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上冲。杨素用践踏人性与良知的方式，换来了一场胜利，却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。后来他去世后，尸体被人挖出来挫骨扬灰，他的后代也在一轮又一轮的报复中渐渐衰落。随着虎牢关被攻破，宇文胄被诛杀，北周境内仍有2路叛军在负隅顽抗，一路是镇守云州的总管司马萧难，另一路是镇守益州的总管王谦。可此时其他地区的叛军已被逐个击破，司马萧难与王谦深知大势已去，在朝廷军队的全力进攻下，他们的抵抗没能支撑多久，城池便相继被攻破。有趣的是，司马萧难与杨坚的父亲杨忠曾是结拜兄弟，从个人感情层面来看，他本不该走上反叛之路，可最终还是因权力之争站到了杨坚的对立面。在决定是否造反前，司马萧难曾陷入长久的犹豫，内心的天平反复摇摆，始终无法做出抉择。他太清楚眼下的局势，若是选择站在杨坚这边，全力支持朝廷平叛，可万一尉迟迥最终造反成功，以尉迟迥对杨坚党羽的痛恨，他必然不会有好下场。可若是跟着尉迟迥一起造反，一旦叛乱失败，等待他的便是身首异处的结局，甚至可能连累家族。就在他纠结的茶饭不思之际，他招来身边几位心腹谋士，将自己的顾虑和盘托出，想听听他们的看法。没想到谋士们几乎一致坚定地支持他造反。他们向司马萧难分析，尉迟迥出身北周皇室近亲，手握20万大军，又占据相州这一军事重镇，无论是声望还是实力，都远胜出掌大权的杨坚，胜利的可能性更大。即便最后真的造反失败，他们也可以带着家眷和亲信逃往南方的陈国。陈国与北周本就互为敌国，定会接纳他们，届时仍能保全性命与富贵。听完谋士们的分析，司马萧难心中的天平终于倾向了造反一方。可他千算万算，却选错了造反的时机。7月中旬，他才正式宣布起兵反叛。仅仅1个月后，也就是8月下旬，杨坚派来讨伐他的王毅便率领大军抵达云州边境。两军尚未交战，王毅便先派人给司马萧难递去一封招降信，信中言辞恳切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认清形势，早日归降，还承诺只要他愿意放下武器，此前的反叛之举可以既往不咎，保全他的爵位与家族。司马萧难接到招降信后，既没有选择归降，也没有鼓起勇气率兵迎战。他骨子里本就缺乏破釜沉舟的决心，眼见朝廷大军压境，早已没了造反时的底气。最终他悄悄带着几个心腹亲信弃城而逃，一路南下投奔了陈国。在陈国的庇护下，司马萧难确实过了一段安稳日子。可好景不长，后来隋朝大军南下灭掉陈国，他再次沦为俘虏，被押回了长安。不过杨坚念及司马萧难与自己的父亲杨忠曾是结拜兄弟，顾念旧情，并没有下令杀他，只是将他贬为庶民。可司马萧难却始终活在恐惧中，被贬后整日担心杨坚会反悔，找借口将他处死。久而久之，竟因惊吓过度一病不起，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。相比司马萧难，益州总管王谦选择的反叛时机更为糟糕。
他直到8月7日才迟迟起兵，可仅仅过了7天，尉迟迥便被高炯率领的朝廷大军击败，自缢身亡。尉迟迥作为各地叛军的核心，他的败亡直接摧毁了所有叛军的精神支柱。王谦的反叛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盟友的支撑，成了孤军。其实在反叛之前，王谦的谋士早已看出局势凶险，特意给他指明了3条应对道路。上策是亲自率领益州精锐部队直奔散关，占据这一关中咽喉要道，既能威胁长安，又能与其他叛军形成呼应。中策是出兵汉中，占据这片易守难攻的区域，进可攻长安，退可守益州，保留更多主动权。下策则是坐守剑南关，凭借关隘之险固守益州，等朝廷军队前来进攻时再被动自卫反击。王谦虽然有反叛的胆子，却深知自己并非能逐鹿天下的雄主，既没有北上进取的魄力，也缺乏统筹全局的智慧，最终只敢选择了保守的中下策，打算凭借剑南关的天险在益州自保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高估了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。当他率领大军北上，准备抵抗前来讨伐的梁锐时，军队才行军到半路，麾下将士便因听闻尉迟迥败亡的消息而军心大乱，最终爆发哗变。眼见军队溃散，形势彻底失控，王谦只能仓皇出逃，一路躲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县城，想投靠当地的县令。此前他曾对这位县令有过提拔之恩，本以为对方会念及旧情收留自己。县令见王谦前来投奔，虽不情愿，却也不敢公然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打开城门让他进来。可县令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收留王谦就是引火烧身，一旦朝廷追查下来，自己必然会被牵连。为了自保，县令当晚便派人将王谦杀死，随后拿着他的首级前往梁锐军中请功。随着司马萧难逃亡陈国，王谦被县令所杀。杨坚在夺权后面临的第一场大规模危机终于彻底宣告结束。这场叛乱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月，可对杨坚而言，这段日子却如同过了几十年一般漫长。从当初刘访、郑义深夜来访，劝说他站出来主持朝政开始，他先是设计诛杀了5位北周皇室王爷，又在赵王府的鸿门宴中侥幸逃生。后来天下诸侯纷纷起兵反叛，他身边恰好有李德林、高炯、韦孝宽这些能人相助，帮他一次次化解危机，直到最终平定所有叛乱。这期间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只要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不仅夺权大计会彻底失败，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搭进去。幸运的是，这一次好运气似乎始终站在他这一边。经此一解，杨坚才真正明白坐拥天下4个字背后藏着多少风险与艰难。为了将眼前的胜利果实牢牢抓在手中，他决定趁着平叛过程中积累的威望，继续推行改革，整顿朝纲，将自己打下的基业稳固下来，好让他能一辈辈传承下去。而在这之后，他心中开始明确下一步的目标，对皇位展开追求。叛乱平定后，杨坚增静下心来，仔细思考自己接下来的道路。此刻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2个，要么做一个把持朝政的权臣，像当年的宇文护、宇文泰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；要么索性更进一步，推翻北周，登基称帝，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。可做权臣的风险太大了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像曹操那样
凭借过人的雄才大略与威望，让满朝文武甘心归附，即便死后，后代也能顺利接过权力。纵观历史，大多数权臣的结局都颇为悲惨，要么在权力斗争中被对手诛杀，要么即便自己能善终，下一代也会因根基不稳，被新的势力清算，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相比之下，称帝看似难度更大，却更为安全。一旦坐上皇位，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法理正统性，能名正言顺地掌控天下，减少许多潜在的反对声音。不过称帝的难度也相当大，他不仅需要手握绝对的兵权与政权，还需要冲破儒家忠君思想带来的道德礼仪束缚，更要找到足够的理由，让自己的登基显得名正言顺，避免留下篡逆的千古骂名。在和平大一统的时代，皇帝确实是无上光荣的职业，可在乱世之中，皇帝的日子却并非那般光鲜亮丽。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到北周灭亡的这400多年里，华夏大地实现大一统的时间只有西晋时期的30多年，剩下的漫长岁月都处于政权林立、分崩离析的状态。在这段混乱的历史中，总共出现了20多个大小国家，政权更替之频繁，意味着皇帝的位置极其不稳定。除了北魏和东晋的国祚达到了上百年，剩下的国家大多只存在了几十年，有的甚至短短几年便走向灭亡。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百姓而言，见惯了王朝更迭、帝王易位，对改朝换代这件事早已相当麻木。也正因如此，篡位一个根基稳固、人心归附的大一统国家，或许会遭到天下人的诟病。可若是篡夺一个本身就建立在权力斗争之上、政权合法性本就薄弱的奇葩政权，遇到的阻力便会小很多。而北周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奇葩的政权。要想理解北周政权的特殊性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它的建立过程。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本是鲜卑宇文部的后裔。北魏末年，北方6镇爆发大规模起义，天下大乱。年轻的宇文泰也投身到起义军中，想在乱世中寻找一条出路。可后来，他所在的义军被北魏军阀尔朱荣率领的大军击败，宇文泰走投无路，只能选择投降。投降后，宇文泰被分配到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的麾下，跟随贺拔岳南征北战。当时正值北魏皇室内讧，孝明帝元许与掌握实权的胡太后矛盾尖锐，孝明帝不甘心做傀儡，秘密派人召尔朱荣率军进京，想借助尔朱荣的力量除掉胡太后。可消息不慎败露，胡太后心狠手辣，直接下毒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孝明帝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竟找了一个年幼的小姑娘，谎称是皇子，将其立为皇帝。没过多久，胡太后又觉得此事太过荒唐，怕被人揭穿，便又废掉了这个小姑娘，改立3岁的元昭为帝。尔朱荣得知孝明帝增召自己进京清君侧的消息后，当即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名，率领大军杀进洛阳。进城后，尔朱荣毫不留情地将胡太后和3岁的小皇帝元昭一起扔进黄河，活活溺死。随后，他又以祭祀为名，将北魏朝中的王公大臣、权贵官员集中到河阴之地，趁机将他们悉数屠杀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。经此一役，北魏朝廷的核心力量被彻底摧毁。尔朱荣随后扶持21岁的元子攸为帝，自己则躲在幕后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
掌控了北魏的实权。公元530年，关中地区爆发叛乱，尔朱荣派贺拔岳与文泰等人率军前往平叛，而此时的袁子攸早已不甘心做尔朱荣的傀儡，他暗中策划，将尔朱荣骗进宫中，亲手将其杀死。尔朱荣死后，他的侄子尔朱兆为了复仇，率军攻破洛阳，杀死了袁子攸，随后又先后立袁业、袁公为傀儡皇帝，继续把持朝政，延续尔朱氏的权势。